何进乐了，哈哈哈哈哈！我去。这个没有办法，各位，故事就是这么设计的啊。人到了这会儿，这个词儿就得他说啊，我去，太棒！我妹妹想我了啊，我妹想我了。这一屋人都傻了啊！这袁绍眉毛都拧起来，你去，这分明是定下了框架之计呀！此一去，凶多吉少啊！这玩意儿比鸿门宴还闷，比鸿门宴还红，还艳啊！要劝他，不听，必须要去。我跟我妹妹手足情长，我一定要去看一看他，哪怕是最后一面。曹操也在旁边呢。将军，倘若是按照皇后说的，见一见时常事，有些个话能讲开了，有疙瘩卸开的话，您这样，请时常事出来，约他们到外边来，咱们见好不好？你曹操灵啊！为什么说曹操聪明啊？一代奸雄啊！他想的就是不一样。你的目的不是见面道歉吗？你出来，咱外边道歉，找一饭馆或者哪儿，不挺好吗？你不能去。何进想了想，去，我等不了了，我必须要去啊！要去，就要去。这些人啊，大眼瞪小眼儿啊。何进也觉得不合适啊。众位，何人愿意保驾前往啊？谁跟我一块儿去？袁绍站起来了，本初愿往。袁绍叫袁本初啊，我愿意跟您去。好，选了俩人，一个是袁绍，一个是曹操。点齐了御林军1000人，打这儿出来，坐着车。这个何进没骑马，身份够啊，哎，坐着车，哎，嘟，坐一三蹦子，啊，身旁边左右，这边是曹操，这边是袁绍，骑着马，盔甲铠胄全套了，带着1000御林军，这俩人保着他，何将军。到了宫门那儿啊，请您万万的多听我二人一句话，有我们保着您，料也无妨。好。说话的功夫，就到了宫门这儿，车停住了，何进从车上下来，往宫门这儿走。曹操、袁绍也下马，身后是1000御林军。走到宫门这儿了，有几个小太监迎接大将军。罢了啊，皇后娘娘有旨，单请您一人入宫。就是那些人别进，就是您一人进宫。曹操看了一眼袁绍，哥俩一对眼睛，心说怎么样？这里边就是有问题。将哎呀，进去了。俩人一对眼神的功夫，何进进去了。啊，走到里头还回头，那意思你们多保重吧。这两位就傻了呀，哎，不是，哎，你想啊，皇宫内院进去可不就看不见了呗？这怎么办呢？而且现在这状态不能擅闯宫门呐。你要说跟着何进，你们进去就进去了，单纯你们俩人带着说1000人往里边冲，这不行，这算造反。这怎么办？哎呀，你看我，我看你，等着吧。
真着急呀！等来等去的，就好像听见里边有脚步声音了。俩人喘了口气儿，心说这算差不多了。来呀，把车顺过来，把何进的车顺过来了。曹孟德冲着这墙里边喊：“将军，天色不早，该回府了，请将军上车。”袁绍也喊：“请将军上车。”连说了好几句，就听到里边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紧跟着里边有人搭了一声：“何将军出来了！”日吧，顺着墙头，何将军出来了，脑袋出来了，身子没有，啪啦一下子，人头落地。袁绍就愣了，曹操一看，果不其然，让我们两个人言中了。本初，孟德，咱们怎么办？还怎么办呢？来呀，众将官杀进皇城！大将军何进前去送死。那可不就是送死呗？够10000个人拦着你，别去啊，别去啊！我一定要去，那管不了你。到了皇宫，就让人家给刺儿了。他爸爸杀猪一辈子，刺儿一个刺儿一个的，终于他这结果也是刺儿了一件。一会儿的功夫，脑袋出来了，有大枪，咵扔出来了，掉地上了。这回行了，吃什么也不香了。曹操看看袁绍，袁绍看看曹操，那还等什么呀？来吧，替将军报仇。这一挥手，这两位上了马了，后边1000御林军呐，往里边就冲。提前就说好了，进去之后，各位看见没胡子的那个，把他杀了。因为宫里边宦官很多，这也算是给何进报仇吧。他不管怎么说，宫里边的他那些个兵跟外边兵是有区别的呀。您要说来俩说相声上皇宫内院溜达溜达咱看看咱这偷皇上背回去吧，是吧？皇宫那个兵弄你那一门灵，但在外边这是战场的兵啊，真打仗不要命的主啊！这一进来，眼珠子杀红了，打吧！见人就杀，皇宫内院要了亲命了，火光冲天，死尸遍地。打到什么时候呢？打到了2更天。这里边为首的这个宦官叫张让，前文书咱们介绍过，最坏就是张让，但是也最灵。他看出来了，这儿不能待了，在皇宫里边待着没有好，最后无外乎让人摁着杀，已经死好几个了，我得跑。我跑可是跑，我不能自己跑，我得带俩小孩跑。第一就是小皇上，14岁的少帝刘辩；第二个就是9岁的陈留王刘协。我得把这俩带走，喊这俩起床。俩小孩睡迷迷糊糊的，今儿怎么天亮的早啊？什么天亮的早啊？出事了，跑吧！一大帮宦官裹着这俩孩子，骑着马往外就跑。跑到哪儿去了呢？跑到这个地儿叫北邙山。跑到这儿，这就已经杀乱了，皇宫里边都乱成那样，皇宫外边您想，这全起来了，4个字儿：刀兵战火，乱了套了。眼瞅着到3更天了，张让瞧了瞧，不行了。他这人倒是知足，说我也差不多了，看现在这个状况，我是难逃一死，我别让他们逮着我，我自个儿解决吧。给这俩小王子
磕了个头，转身投河自尽，算是落了一个整尸手，罪大恶极啊！最后他自杀了。俩孩子吓坏了，一个14，一个9岁，9岁比郭汾阳刚大3岁，对吧？你上学也顶多3年级啊，他能懂得什么？刀兵四起，眼前都是死人，咔嚓捅一个，孩子能不害怕吗？俩孩子吓坏了，打马上也掉下来了，手拉手，不是一个娘养的，他是一个爹呀，手拉手赶紧跑，就这会儿乱套，谁也顾不过来谁了。俩小孩转过去，赶巧了，打这边来农民伯伯，怎么呢？也住在跟前儿的，都这么乱还睡觉啊？哪有心那么大的人呢？可是一开门，看见俩孩子，看穿装打扮就不是一般人。你要说来俩孩子穿俩大褂，就得问啊，聋子科的吧，是吧？他一看这状态，赶紧问。这一问才知道少帝，赶紧跪着就磕头，得见驾呀！先进来，先进来，让进来，先坐在那儿，又给倒水，先安慰着。一会儿的功夫，外边来了，一个是有散落的宦官，一个是朝里的大臣找过来了。这里边就包括有袁绍，还有一位司徒王允。王司徒大家知道，到后文书吕布戏貂蝉的时候，那是他的主场。找吧，皇上丢了呀，14也得找啊，找来找去，找到这儿了。哎呦，陛下，赶紧接出来，又把马牵过来，好言宽慰，别担心，别害怕，有臣等在此保驾，料也无妨。请两位上了马，这儿是少帝，那儿是陈留王，俩孩子带着俩宝宝赶紧往回走，安全第一呀，保住了啊！这人马往外一走，就瞧着远处火光冲天，大队人马就冲过来了，旌旗招展，号带飘摇，正当中有一杆大都旗，白月光斗大的一个董字儿。王允一跺脚，截胡的来了。谁呀？西凉刺史董卓进京了。董卓来了。董卓是奉命进京啊，杀张让他们来。可没想到啊，来晚了，张让也死了呀，何进也死了，啊，请他这人呢也死了。请他杀的人呢也死了，按说他就应该没事了，但是他来可不是为这来的呀，半道就听见信儿了，就赶紧问怎么样了。现如今，最后有人说少帝他们啊，在北邙山一带，好，拨转马头，带着人就奔这北邙山这儿来了。来到这儿一瞧，迎面来了一彪人马，这儿坐着俩小孩儿。俩小孩都吓坏了，哆嗦不行了。尤其这小皇上刘辩坐在马上直哆嗦呀，马都跟他哆嗦。你看，看对面兵似冰山，将似江海，正当中马上坐着一人，四方大脸，瞧这光这脑袋啊，就得有12斤，一脸的横丝肉啊，连鬓络腮的胡子，这眉毛打着卷儿往上拧着走，大眼泡子，坐在马上，真是威风啊！两旁边各种的战将，高挑着灯笼火把，亮子游松。小皇上傻了呀！董卓坐在马上，一勒丝缰。天子何在？天子何在？谁是皇上？啊！天子何在？这个气势，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很难说。这就跟您看街头那个愣头青的小伙子打架似的啊！你瞧这主可能个儿不大，你看这又高又壮，这俩人一见面，这嘡一下子给这大高个打躺下，往脸上咣咣踹几脚，他得怕他一辈子，就这么简单。
其实俩人你说真说拼拼力量，拼拼这个，拼拼那个，他未必行。但是就这一下，他就输在气势上，而且打这起怕一辈子。我不知道您哪位有打架的经验啊？你说这个玩意儿，天子何在？就这一声，小黄差点尿了裤，吓坏了这个时候就看出来陈留王的与众不同。14的那个直哆嗦，9岁的这个稳当住了，坐在马上。皇上在这儿，他在边上，拿手一指董卓：“汝是何人？”这是你谁呀？那么些个大臣将军，没人敢搭茬的时候，他问了这么句话：一个孩子，汝是何人？这你是谁？董卓也愣了。他在西凉，那就是此地的土皇上啊。而且像他那个性格，此番到了这儿，心说：“天下是我的了。”来个小孩问我，这一问呢，他就愣了西凉刺史董卓，汝来保驾，汝来劫驾。你是保驾来的，你是造反来的？就愣这么问你，汝是你啊？汝来劫驾，汝来保驾。董卓就愣了，臣前来保驾，即使保驾，天子在此，还不下马？这话说的有劲呐！保驾了，下来。这话音刚落，董卓打马上就掉下来了，走到跟前一撩衣裳，咕噔跪下了。臣西凉刺史董卓叩见吾皇万岁。到现在皇上都没说话，坐马上哆嗦。还就说陈留王平身护驾回宫，有个样儿啊。这个9岁，问题是董卓站起来，翻身上了马。他这个心里有这么几个念头：第一，很开心。说书啊，最重要一点就是抒情戏理。您看唱戏那都是假的，但是你为什么跟着戏一块哭，一块高兴，一块乐鼓掌呢？因为你觉得唱戏的人唱得对，他在情理里边。说书也是如此抒情戏理嘛，咱得讲理。董卓为什么要开心？此时此刻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他从西凉出来到这儿来干嘛来着？明明是一封密诏，他对外说这是正式公文，请我来帮皇上处理国家大事。那么今天同着皇上同着这么些人，问我是保驾还是劫驾，我说保驾，这儿让我参驾见皇上，保着一块回去，官方认可我是保驾。你们谁也不能再说我是叛臣，我不是怀有歹心到这儿来要干什么，皇上都承认我是来保驾的，就是名正言顺。现在讲话这一下就洗白了。列位，听书咱得讲理。第一，董卓开心，这趟没白来，为后面的工作发展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很简单了。此其一，其二，他对陈留王就留心了。太棒了这个慢说君臣，列位，天下爹娘爱好的呀。我教徒弟也是这个，我说一遍他就会了，那个为他我就吐了血了，我怎么这么爱他？我就这么说，这么掰开揉碎讲，你不明白你该干嘛去吧，对不对呀？所以人都是如此。董卓他再狠再坏，但是好歹他明白啊，这个太棒了！你看坐在马上个状态，就这个贵族气概、王者风范，有来言有去语。我这么大一身份，他问的我个哑口无言，这是个人物，在他心中就有了废帝之见。什么意思呢？我打把那个我得拿下来，我得把这个送上去。
一切都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对话改写了汉朝的历史。当然后来人家董卓也做到了啊，这儿就先护送着所有的这些人先回去吧，因为董卓一到，这点事儿也就差不多了啊，大兵压境还能怎么着啊？护送着皇上先回皇城，回去之后那就剩哭了呗，何皇后啊，宫里这些人呢，死的没死的，惨了的各式各样的啊，该哭的哭，该闹的闹，这都完事之后，天下就算是暂时的太平了。到这会儿，大伙儿才后悔，后悔什么呢？不该让董卓来呀！怎么呢？天下是他的了，他说了算了。大兵20万，而且到这之后，何进的很多兵都让他收了呀。整个朝廷上上下下唯我独尊，跟他讲理，你怎么讲理？你没法讲理呀！啊，文武群臣没有办法，大伙儿想主意，短期内没有主意。这天，董卓要大宴群臣，因为在这个状态下，吃吃喝喝是避免不了的了。大伙儿互相熟悉熟悉也是需要的，互相留个电话啊，扫个微信什么的啊，初来乍到的互相照顾吧，啊，谁能力大照着谁，这是需要的。在酒席宴前，董卓把这杯撂下了，仲公喊各位大臣，仲公卓有一言，主公听了。我有句话，各位听听。啊，大伙儿一听，杯也撂下了，筷子也撂下了，牙签也撂下了，啊，听着呗。现在他最厉害呀，他说什么是什么啊？你瞧我，我瞧你，心说不知道干嘛，看着吧。董卓这坐着，捋着自己的胡子，哎，今上，皇上啊，当今天子，今上软弱，陈留王聪慧可喜，我有意废帝，立陈留王为君，诸公意下如何？我觉着呀，小皇上啊，不灵啊，也不好好上学，上课不听讲，不团结小朋友，他这个状态怎么能当咱们这个班级的卫生委员呢？陈留王这个同学好，这个宝宝非常的可爱，我让他坐在这个位置上，您各位同意不同意？是这么几句话啊。这个话说完之后，整个的酒席宴前鸦雀无声，这不是小事儿啊，各位啊！这不是说德云社选队长，3队队长调到5队去啊，你的到2，他的底，咱们换换，他不是那个呀，国家大事啊，换皇上，这没人敢说话。就在那儿，有人站起来了，我反对。这不是曹操。为什么要说这么一句呢？环境太压抑了，啊，让大伙儿撤一撤心火。有人说了，不行，今上并无过错。董刺史，你自西凉入京，入得宫来，就要废帝，莫非说尔欲篡逆乎？这话说的有劲呢。今上，小皇上没有过错，你说的那个什么
这个了那个了，不好好学习了，睡觉什么不洗脚，那都是你编的，你知道吗？人家孩子没有那么大的毛病，你打那儿来带着人上这儿，你的目的你是不是造反来的？是这个意思。这个话说的有劲呢啊！刚才大厅里边很安静了，这句话说完了，死一般的寂静。怎么呢？这眼瞅着就要出事儿啊！董卓一听这话都愣了，还有人敢这么说我？本来是歪在这儿坐着，您看过影视作品也知道，董卓胖，还不得300斤啊，大肚子，歪在这儿，平时舍不得起来。这一听有人骂他，费很大劲起来，心说我得瞧瞧是谁。看了一眼，谁呀？荆州刺史丁建阳。董卓啊，根本就没把他往心里去。这个丁建阳呢，姓丁名元，字建阳，他也是何进请来的朋友。他其实跟董卓身份一样的，快来吧，帮忙打架来吧。但他来晚了，他来的这人都庆功宴了。他是这么一个身份，您各位懂了吧？哎，谁杀谁他也没赶上，啊，他一进门都上凉菜了，是这么个身份。所以呢，他瞧不惯他。你看我也是这上这儿来打架来的，你也是来，凭什么你耀武扬威的，对不对？心里不宣愤。所以今天说了这么句话。董卓他可是会武术啊，他有两下子，又何况力大无穷，苍啷啷啷啷，宝剑出匣。干嘛呀？我跟你没有废话，我今天就要弄死你。就这么简单啊！举着宝剑就要往前走，走了2步站住了，在丁建阳的身后站着一个人。现在说这身高得够1.82米左右，小伙子长得精神，四方大脸，剑眉虎目，鼻里口阔，大耳朝怀，身后站着8面的威风，手里边攥着方天画戟。董卓就愣了一下，哎，你看这玩意儿奇怪了吧？要没有这人站着，董卓就过去了，知道吗？就这，愣了一下。这个董卓身边啊有谋士，这个人非常有名，叫李儒。民间传说，包括京剧啊、评剧里边，有时唱到董卓、李儒的时候，说这个李儒啊是董卓的女婿，董卓闺女嫁给他。其实正史上是没有的，正史上他就是他的谋士，几乎董卓有什么事儿都会问他，关系是这么一个状态。李儒赶紧拦着，国家大事酒后莫谈，改日当堂理论，就是和个稀泥。喝酒了，咱就喝酒就说喝酒啊，这个单位的事咱不提，改天咱们再聊，是这个意思啊。旁边文武群臣一看有给台阶的呢，也就都过来了。老丁，喝酒了，你可不就这个呗？他打到天边也这点事儿呗。互相劝一劝啊，就拉倒了。这酒席散了之后，董卓这点邪火可下不去了。怎么呢？一路出来所向披靡，谁拦过我呀？怎么今天出个丁建阳，他拦着我呢？坐在屋里这运气。李儒就在旁边站着看着他。突然间想起来了，李先生，您说丁匹夫身后所立者何人也？身后站着拿方天画戟那谁呀？此乃丁建阳的义子干儿吕布吕奉先也。早就听说过吕布的大名啊，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啊！
可惜如此的猛将不能为我所用啊！啊，是，你也别着急，若有此心，我想一想，咱们定能将此事做得周全。好，但愿如此吧。这正说着呢，有打外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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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步声音，军卒进来了，跑！什么事情？丁建阳率本部大军在营门以外排开了战事，这叫您出去这会战。啊！呵，这个匹夫真岂有此理！怎么呢？人家杀过来了。因为那会儿啊，这个军阀混战啊，也不像您想象的那种什么军队，这就是说翻脸就翻脸，说打仗就打仗。哦，那赶紧，董卓也赶紧的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带着人呼噜呼噜，这就迎出去了。一瞧那边是丁建阳的人啊，在那儿站着那主，一看，哦，这就是我刚才念了半天的吕布吕奉先呐！哦，董卓发自肺腑的爱呀，好，哈哈哈哈！来吧，哪位将军愿出马生擒丁匹夫？打仗，那个年头打仗跟现在打仗它不一样啊。尤其想当初，甭说别的，就光这准备马就要费很大劲儿。而且您可能也看过电视剧，也瞧过电影啊。您觉得这个两军阵前，俩人骑着马怎么打，如何？您看的那是电视剧，真正的两军阵前这骑着马打仗怎么打呀？下回再说。董卓，董仲颖，董卓是个厉害主，西凉刺史，进京秦王，其实是憋着谋朝篡位了。在酒席宴前，他说了一个事情，干嘛呢？他准备废了皇上。皇上没多大，少帝刘辩今年才14岁，14岁的小皇上，董卓看着不顺眼，14岁当什么皇上？他准备立陈留王，陈留王9岁，你看讲理不讲理是吧？跟文武群臣商量这事儿。所谓的商量是通知，他权倾朝野呀，跟你们商量一事，其实是客气。我打算废帝。这酒席宴前呢，就有人不同意了。谁呢？荆州刺史丁原丁建阳。那个场合，都是满朝的文武，各路的新贵，大将军、二将军坐在一块儿，在那个状态下，你站出来说我反对。那就是反对无效，而且对董卓来说太不给面子了，很生气，有打肋下，把宝剑就抻出来了。你说这么高的身份啊，全国来说，其实他比皇上还皇上，他不能说一人之下，他基本上来说天下就算他的。就在那个时候来说，宝剑抻出来，就奔着丁建阳去了。就在这会儿功夫，发现丁建阳身后站着一个人。前文书咱们说了，三国里边数一数二的英雄，吕布。吕奉先拿着一个方天画戟，方天画戟都见过吧？跟这儿戳着。为什么他要站在身后戳这个呢？信号好一些啊，跟举个路由器似的。这是上文书咱们说了，酒席宴前闹得不愉快，因为吕布在那儿站着，董卓没往前来，但是回来之后心里边别扭，觉得窝火。他窝火，人家丁建阳也不干呢，带着人马在外头排开了，喊董卓你出来。说句老百姓的话，咱们比划比划你来吧。董卓吩咐一声，赶紧呐，给我备马。咱们也听过好多说书，也看过好多的电视剧。其实这个备马呀，在两军阵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咱们就说一次，因为这个三国里边涉及了好多备马的事情，咱就不能每次再说了，因为大小战争太多，每次先说备马，咱就干不了别的了
马拉过来之后，准备好了。咱们一般形容这匹马好，就说是鞍颤鲜明。这4个字想必各位都听过。鞍是鞍，颤是颤。鞍呢就是马鞍嘛，大家都知道马鞍。但这马鞍不能直接搁到马背上，先得在马背上铺上一块香牛皮。要不然这鞍直接搁马背上，你在马身上这一坐，来回一开打，马受不了。香牛皮先铺好了，上面有一块红毡子，再上面铺那东西叫颤。鞍颤，鞍拿起来就是颤，这颤着在马上铺着，底下是香牛皮啊。为什么都说哎呀这个飞虎颤？飞虎，大老虎长翅膀，这叫飞虎。飞虎颤就是它上面绣着飞虎的这么一块颤。榴莲颤叫绣的榴莲。炸酱颤，这就是炸酱啊。这么一说能听得懂是吧？第六，在上边再是这马鞍。马鞍这儿呢有判官头，有铁骨梁。您看前面这个有一个拱形的铁环了吗？它能拉着它。咱们现在出去旅游去骑马呀，不能让你钻别处，它不有这么一玩意儿吗？它这个铁板桥呢，它是前后的，前面稍微高一点，后边稍微低一点，也护点腰。人坐在这儿前面这个铁骨梁呢，因为将军开打，他拿着兵刃呢，有时这马怎么办呢？老说小肚子一撞铁骨梁，就撞前面这个。战马是受过训练的武将拿肚子一撞他就知道往前冲这是铁骨梁。还有鸟着环得胜钩是挂兵刃的。这个马嘴上呢，它会挂着4根绳子，2根在上头是手里拉着的，拉着缰绳往左蹬左拐，右蹬是右拐，还有2根顺下去是连着马镫，脚踩着马镫，马镫上有眼儿，那2根拴在马镫上。因为什么呢？你这儿端着枪，你没法拽它，是脚底下指挥方向，左脚踹他知道往这边来，右脚踹是往右边来，是大概这么一个状态。大将军上了马之后，其实标准的状态是在马上站着。记住了各位不是说像这个似的坐好了端着枪来呀杀呀，那是外行。他其实是在马上站着也能使上劲，这是在马上开打。咱们就说这一回，以后再也不说了因为这个每回老说这玩意儿也累这是备好了战马请董卓上马。有人说董卓还能打仗吗？好家伙，董卓是甘肃岷县人，他打小居住的地方跟少数民族交界，那些个羌人的首领跟他最好。他第一是力大无穷，第二来说功夫娴熟。所以说他不是一个你脑子里想象中电视剧里边那个董卓脑满肠肥一个文官形象。他心狠手辣，而且在两军阵前是这份儿，这是真实的董卓。上了马，李儒保着来在了两军阵前，外边人家一字排开，丁建阳、吕布就在对面。丁建阳坐在马上，顿足捶胸了，恨。为什么恨呢？这玩意儿天下事难说，他也是撒邪火。董卓怎么进的京啊？那不是大将军何进请他来的吗？说现如今朝里边乱了，有这个10个宦官大太监祸害天下这个请西凉刺史董卓，你是英雄，你带兵进京来，咱们一块儿歼灭国贼。但是何进请的不是光董卓一家，他请了好多人，有的就没来，有的来晚了。谁来晚了呢？丁建阳就来晚了。荆州刺史丁原、丁建阳，他来晚了，他到这儿天下太平了。之前什么杀何进他也没赶上，张让投河他也没赶上，小皇上逃亡在外他也没赶上这宫里乱乱哄哄他都没赶上。他来的时候庆功宴风尘仆仆来了，人进门来请好来杯来杯。
所以说他心里边他对这个董卓他看不上，咱俩是一个身份来的呀，都是叫咱们来帮忙打群架来的，我来晚了。你看他抢先一步，他来了，坐在上面吆五喝六的，他点菜啊，他负责开酒，他说开哪瓶就哪瓶。我来了，我哎呀，他心里不宣愤。所以酒席宴前，董卓一说废少帝，废少帝，把小皇上废掉，他才敢站出来说不行，我反对啊！当然了，反对无效。这才回去把兵马拉出来，因为他是各自的部队嘛，人马嘛，把自个儿的队伍列齐了。董卓，你出来，咱俩比划比划。这才有今天两军阵前。董卓坐在马上，不看别人，就看吕布，怎么呢？真爱。好，这个将军呐，威风八面的，太棒了。这个人就这样，你哪怕是敌对势力啊，他觉得好，他这个状态他就不一样啊，越看越爱看。人家丁原、丁建阳坐在马上骂街了，董卓尔乃国贼也，寸功未立，妄言废帝。寸功未立，你对国家有什么功劳？寸功未立，妄言废帝。哦，来了你就说把皇上灭了，你这就是造反啊！一回头，吾儿奉先何在？吾儿奉先，我儿子吕奉先，吕布叫吕奉先吗？吾儿奉先何在？擒此董泽。话音刚落，吕奉先手里攥着方天画戟，这匹马离弦之箭，奔两军阵前，直奔董卓那方向就来了。《三国演义》的原文说的很简单，并没有说吕布这儿一出来，这边来什么大将，两个人打多少回合都没有。原文上处理的很简单，就是吕布往上一冲，董卓就往下败。这个也很奇怪，按说董卓是主场，而且兵也多呀，但是这好多天下的事儿就是这么简单啊，就是这么设计的，扭头就败，而且这一败不要紧，董卓败出30里去，30里地，各位打北京追着通县去了啊，追出30里去。吕布也没追，就回去了。这晚上赶等回来，董卓坐在这儿，直嘬牙花子，4个字儿：心事重重。现如今心里边是2件别扭事儿。第一就是吕布，太棒，怎么看怎么好啊！若得此将，天下可得也。我来是憋着谋朝篡位啊，我要当皇上，得有人帮着我，别人帮我不行啊。张三嘴不利索，李四不会唱，王五不会学方言啊，赵六舞台经验太少，怎么也不成。唯独吕布，这吕布要是跟了我，这玩意儿得多棒！恨只恨这样的将军不能到我的手中。哎呀，这是仇。其实这个仇呢，算是新仇，就这2天刚有的。他打进了都城之后，还有一件发愁的事情，什么呢？传国玉玺不见了。就这些日子满处找传国玉玺，您知道，你别说传国玉玺了，您哪位有公司，你单位那章找不着了，你是不是也着急啊？您合同章乱七八糟的，就这一堆章，你没有这个，您这公司干不下去。传国玉玺，这一说这就是和氏璧，大伙儿都知道吧？好极了啊！你们来个代表说一下吧。这个历代帝王啊，都拿这块玺啊得说事儿啊。这春秋的时候，有一楚国人啊，叫卞和。
卞和上山里去玩去，哎，找了一块石头，我这石头太棒了，他懂这个，他一看揭皮能看见瓤，说这是一块无瑕的美玉，就把它献给楚王，啊，当时这个楚厉王在位，啊，给王子看看吧，这一看这个是石璞，什么叫石璞啊？就是石头外边有皮儿，这叫璞，有氧化，有这有那个，就是看不见里头。楚王就说这是个什么呀？用一点语言把它区分一下人物。楚王说这是个干嘛的东西？卞和说这是块玉，啊，那行了，宫里边有那个玉匠，有专家，请专家。专家来了啊！专家一看这个，这看不出来呀。楚王说：“你仔细看看。”我仔细看，它也是块石头啊。楚王很生气，我这一天到晚的这么大的工作量啊，我还得背单词儿，我还得忙活，我还得给娘娘做饭，是吧？这一天到晚的啊，你这个大胆的卞和，弄块石头骗我啊！来呀，小小的惩罚一下，就是把这左脚砍下来了。那这是真事儿啊！咔嚓一下子砍掉了啊！去抱着你那石头走吧啊！抱着石头回来了啊！没多久呢，来了啊，还是他啊，献美玉。楚王感动了啊！这人很好啊！这说明这个东西是真的呀。还是那块吗？还是那块。你是怎么想的呀？不是我回去想了又想，我看了一看，它就是无瑕的美玉啊！好，请专家，请专家，啊，又来了，专家又都来了，宫里边的玉石类的专家们都来，大伙一块看，看完之后说这个大王啊，这块东西您看表面是璞哈，但如果把它抛开之后，它里边也是璞啊。楚王说：“我有谱啊，我这个人啊。”说你再想一想，你是不是喝多了呀？卞和说没有，说就是好东西，您这专家不靠谱，啊！专家们急了，哎，不能啊，就是我们不靠谱，说明大王有眼无珠啊。大王说的对，小小的惩罚他一下，把他那条腿砍掉，啊，咔嚓一下子，右边这脚也切下去了，啊，这回算行了啊！抱着这回去，抱着石头坐在那儿，天天哭的眼睛最后都出血了，跟着难过。这消息就传来了，这个楚王说他怎么这么难过啊？叫他来，等着吧。啊，一直也没等来啊。后来大臣说得接他来，他自个儿来不了。哦，那接他来吧。给他接来了。楚王说这个天下被砍了脚的人很多呀，怎么就你哭这么惨呢？别人哭2天就得了，你说你至于不至于？为什么呀？卞和说：“我哭的不是别的啊，我哭的是玉在圃中，无人识宝啊！难道说偌大的天下就没有人知道它是个宝贝吗？”这下把楚王感动了，请专家。倒霉专家身上了啊！都把专家都请来。楚王说：“到底这玩意儿你们看着怎么样啊？”专家们说：“这要想看的话，就得切开看。”哦，那早说呀！啊，那切呗啊！哎，打开一看，里边是一块无瑕的美玉。楚王很感动，没见过这么好的玉啊！说卞和，我委屈你了啊！这个寡人必有重赏啊，赏他一双鞋。这王子太缺德了啊！这是玩笑，这是我瞎说的。就把这个玉留下来，叫和氏璧。这和氏璧呢，就一直搁到楚王这宫里边那么存着，存了400年。400年之后呢，那个楚王呢，他把这块玉就赏给了相国。当年呢，他家里边大丞相叫昭阳，搁了他那儿。哎，这昭阳很爱，在家里开展览，请朋友们来看。在展览过程当中，这就丢了。啊，这东西就丢了。丢了之后，又过了50年。在集市上出现了，哎，葱姜蒜和氏璧啊，都在摊上那儿摆着了啊。来了一个赵国人，这赵国人叫妙贤，妙贤看见了，说这可是好东西，把它买下来之后给赵王看。
赵王一瞧，这是宝贝呀，就留下来了。这消息呢，让秦王知道了。秦昭王啊，说这个我们很想要，就跟赵王说，要以15座连城换你这和氏璧，派人去吧。有一个叫蔺相如的，蔺相如抱着这块璧，就到秦国去。到了殿上这儿一看，啊，秦王很开心，哎呀，这太棒了啊！快啊！文武群臣们，你们都看看，送到后宫，让娘娘们都看看，让厨子们也看看，大伙儿都看看。蔺相如一瞧，这不对劲呢，在我国，就这次这个宝璧出朝，我国的王子沐浴3天，啊，天天的吃素，焚香祷告，才把他请出来。到你们这儿是人不是人，拿手这么扑棱着，这说明15连城换璧是假。一想到这儿呢，出一主意，这个大王，那璧上有一裂纹儿，您看见了吗？没看见呢，啊，在哪儿了？递过去了。蔺相如抱过来，身后就是柱子，一倚柱子，说：“看你们呐，换城是假，诈骗是真。今天我决定了，我把它摔碎在这儿。别介，咱们好商量，好商量，好商量也行，也得照我们王子那样啊，沐浴更衣，3天吃素，到最后同着各国的使臣，我才能把它交给您。那好吧，让他先回旅馆。蔺相如多聪明啊，打发人把这东西包好了，顺小道回国。到日子在殿上，就跟秦王说了，我看出来了，你们是狼子野心。你是不可能把这个15连城给我们的。如果真想的话，我告诉你，你们就把地图先画给我们，我们接手之后，这个璧就到了。否则话，今天我死在这儿，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地方。秦王很生气，同着各国的使臣，真把这人杀了呢，颜面扫地。所以说这事拉倒了，又把蔺相如送回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完璧归赵啊。但是这个璧到最后成了玉玺，那是还是秦灭了赵之后啊，落在了秦国的手里边。大丞相李斯用小篆在上面刻了8个字，成为传国玉玺。哪8个字呢？云鹤九霄，龙腾四海。经之后，先搜玉玺啊，这是凭证。你得有合同章，有了公章，你才能说法人是你啊，对吧？但是没找着，因为那天袁绍、曹操带着1000羽林军在皇宫里边杀了一个乱构，各位你都记着吧？然后这个大宦官张让他们带着2个小朋友从皇宫跑出去，皇宫就乱了，遍地是死人，烟雾腾腾，火光弥漫。在那个过程当中，这个玉玺就找不着了。什么时候出现才能再拿回来呢？列位您再稍微等一等，等到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块玉玺又出来，重归汉室。稍微再等几集好不好？但是这个事儿董卓他是不知道啊，董卓犯愁啊，这没有这个东西说不过去啊。你说我自个儿来罗贝再刻一个也不像话呀。本来心里边这些日子就因为这块玉玺很犯愁，又加上了吕布，哎呀，这么好的人才到不了我的手里边。这儿倒上闷酒了啊，喝着心里头别扭着。旁边是他的谋士，叫李儒。李儒聪明啊，真是灵，他是董卓的智囊团，而且是说什么听什么，言听计从。旁边看着他，扑哧就乐了啊，说您这个心里边莫非有要事在怀吗？李先生，我想的是那吕布吕奉先，若有此人，何愁大事不成啊？些许小事，何足道哉？
那意思您这个有点犯不上了，这是小事啊。先生即将安出，即将安出，现在没人这么说了，什么意思呢？你有什么好主意啊？你有什么好主意？你说说吧。当年人讲话，即将安出啊。咱们有人跟吕布是同乡，可以让他顺说吕布前来归顺。哦，哈哈哈哈哈哈！此公何人也？哪位高人呢？说是谁呀？李儒乐了，虎贲中郎将李肃。说的对吗？对。这个李肃呢，跟吕布是发小，老乡，打小还就认识，那有这么个交情。好，快请他来共谋大事。请去吧。到那儿就叫来了，那还不简单吗？是吧？你以为说相声之间来喝酒，今儿没工夫，明儿再说吧。那个睡着的输着液也得给你抬来，别说输液，没有腿也得给你搭来啊。卞和先生就是前辈啊。虎贲中郎将李肃来了，这儿进来深大一躬，好，快坐，哈哈哈哈哈！李将军，闻得将军与那吕奉先是同乡吗？啊，是啊，我二人乃是同乡。您那意思您要干嘛？哎，关见奉先文武双全，英雄气概，可叹不能为我所用啊。哦，哈哈哈哈，这不叫事情啊，不叫事儿。我与吕布乃旧相识，又有乡里之情，我们是老乡。你看这话说的，老乡见老乡，背后打一枪，打完一枪再泪汪汪啊，有乡里之情。我跟您这么说，吕布此人有勇无谋，见利忘义。我去找他去，一定能够顺说他降顺董公。哈哈哈哈哈哈！董卓高兴了，怎么呢？这8个字的评语太讲究了，有勇无谋，见利忘义，这人性不定得多次了。你想去吧，啊，很勇敢，那确实是嘛，两军阵前多大能耐呀，很勇敢，没有谋略，没脑子，而且见利忘义，那个给块饼就投降了，啊，这是个形容词啊。说我去，我说了去，好，担责一件。哦，将军请讲。闻得董公有一骑宝马良驹赤兔，愿将此马顺说吕布。就我不能空手去啊，给他别的他也不在乎。您有匹宝马，赤兔马，那个年头对大将来说，给马就比给黄瓜强，因为他是大将。这都不挨着，这都啊，让你们把我气糊涂了啊。因为那会儿大将军全靠这个，一个是兵刃，他冷兵器时代啊，他骑着马快呀。那会儿要有机关枪，谁要赤兔马呀？对不对？坐3轮车来机关枪，那就厉害了。一说赤兔马，董卓还犹豫了一下，那意思怎么值不值？你别回来这马送去了，他骑着马就跑了，他骑着马再追我，追得更快啊！你看人不得不多想嘛。略一沉吟，这撩眼皮，看看李儒。李儒呢，微微一笑，那意思给他。为了大将舍一匹马，马去了，把他就驮来了，那不值吗？李儒聪明啊，太
太灵了。要不到后文书的时候，吕布刺董卓的时候啊，没有人看出来董卓要死，就他看出来了啊。当然那是后文书了。好嘞，董卓说这样啊，这个赤兔马呀，送给他。另外呢，你再带去一份礼物，玉带一条，黄金1000两，再带上点珍珠去。这个可以了，各位啊，这个东西，尤其对吕布这种见利忘义的人来说，是最管用的了。因为说这都说了，爱小便宜了，喜欢这个。你要说来个董卓签名照，这不管用，那不管用。东西准备齐了，李肃带好了，回去准备，转过天来去见吕布。吕布他们在外边安营扎寨，头天不打起来了吗？在外边安营扎寨呢。李肃就来了，来到切近，人家有巡夜的兵丁啊，干什么的？啊，口号，云鹤九霄，龙腾四海。这老有这个啊，我知道他什么口号啊。进来吧，这过来了，一说找谁啊？面见吕将军，对他演讲，有故交李肃求见。哦，小兵丁赶紧进去了。好，啊，说有故交见您。何人？说叫李肃。哦，哎呀，快请。这儿站起来，由打这儿就迎出来了。果不其然，哎呀，仁兄，是您，快请。高兴，老乡嘛，人都讲乡里之情。你包括咱们现在，不管您到哪儿，山东、山西了，出了国了，一碰见一说老乡，马上就觉得很亲近。你看旁边那主儿跟你那地儿离着20里，就觉得他是外人，啊，这是人的这个很正常的一种思维。进来了，落座。哎呀，咱们得喝点吧。来，把酒也倒上了，把菜也摆上了，哥俩聊天。好久不见了，这个仁兄现如今这身富贵可是不简单。吕布啊夸李肃，为什么呢？一看这状态这就不一样，要背着麻袋来了就差着了啊！这身富贵哎呀，不值一提。小兄我区虎贲中郎将，这东西对于吕布来说诱惑力很大。哎呀，把狗都叫来了。就这一个态度，李肃心说行了，啊，这事儿啊10有8九就没问题了啊！来，请，这儿喝着聊着说闲白啊，这个好久不见了，兄台今日为何所来呀？才聊到最后也得问最近忙什么呢？您找我有事儿啊？这是很正常的啊。为何所来呀？奉先呐，奉先，先帝，我为义气而来。列位，这就要开始害人了。你看这个玩意儿啊，您记住了，无论哪位上您公司跟您谈业务去，一进门干嘛了？我跟您讲，我是为了情怀要找你，你一定要加倍小心，因为这个东西是藏在心里边的，他只要说出来就是名利的事情啊。我为义气而来，哼，吕布还挺爱听哦。你看呀，要不说他上当呢，他是必有原因，为义气而来，很感动自己啊，很高兴。这看着，是这样的，为大将者，无有宝马良驹，如损双足。就是这个大将军，你这没有好马，就跟没腿是一样的。我今天来特献龙驹一骑，骑就是骑呀，骑马的骑，多音字儿，搁在这儿呢，得说骑。哎呀，一骑良臣啊，一骑马，2头驴，3口猪，是这个意思啊。龙驹一骑，就是我给您送一匹马来。现在何处？现在帐外。来啊！奉先，随我来，带着出来。什么东西能够打动你，你就容易被什么东西击败。很简单，你比如碰见于老师，你告诉我哪儿烫头烫得好，
那你要跟我说这个，我能给你退出去，我用得着吗？是吧？啊，你要跟于老师说，他就哪个师傅啊，能烫什么花，怎样，对吧？这就是你跟高峰，你得说什么相声怎么着了啊，唱快板的如何了，哪儿卖竹子了，他准跟你去，一筐一个准儿。这就是对病下药嘛，啊，出来吧，来了外边一瞧，哎呀，太棒了，宝马良驹，这个身上啊，这个毛啊，红扑扑的。有人说有那么鲜艳，您去看去，啊。马咱们有呢，枣红马，它比普通的马的颜色还要艳，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头至尾够丈2，蹄至背8尺5，细蹄寸，大蹄碗，膛脖吊肚，安颤鲜明，往这一站那就不一样。这个好马啊，跟那个英雄是一样的。你说咱们看人也是，这一帮人站在一块儿，一定有一个让你一眼打上，这种不一般。这就是气质的问题。有的呢，他怎么捯饬，怎么穿，往上一摆，你看那样，你也知道他好不了，啊，这东西瞒不了别人，看眼神，看状态，看他这个感觉不一样。马也是如此啊，有那个马往这一站，你看着就是驴肉火烧的命，对不对？他熬到头了，他会拉磨，可不就这个呗？但这个就不一样，宝马呀，尤其为大将者，看见这个馋的不行了。到跟前来，一拉着缰绳，左脚点蹬，飞身上马，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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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一圈。这也正常，就跟咱们现在似的，送辆自行车，你不赶紧得跑一圈去吗？是不是？回来得夸，哎呀，宝车呀，宝车呀！你也没见过什么。这一圈跑下来，吕奉先再下来，哎呦，爱的不行了，深搭一躬，兄台，哎呀，这个。愧不敢当啊！哎，宝马赠与英雄啊！来，快请饮酒，快请饮酒。就觉得感情上又升华了一块。俩人进来了，酒又温了一温，又添了几个菜，坐着聊天吧。如果说没有马，哎，就是普通聊天。你要拿人东西了，你从情感上就觉着。欠缺人家点什么，你看人都是如此啊，对不对啊？哎，是聊闲天儿，哎，说闲话。吕布也是没话搭个话啊，这一晃，咱们多少年没见了？您挺好的，哥哥，我挺好的啊。令尊身体也不错呀。吕布乐了，哈哈哈哈，兄台你喝对了，哈哈，你没喝多少啊？你怎么糊涂了？我怎么糊涂？我父亲早年去世。刚才说还问我爸爸身体，我爸爸早就没了。哎，我说的是丁刺史，丁原丁建阳，那是吕布的干爹，也是他现在的顶头上司。我问你爸爸好，说你这干爸爸好。啊，我说丁刺史啊，端起杯来喝了一口。哎，不说自己叫不啊，不也是事出无奈，这就是吕布的不对了啊！人家说什么了？你爸爸好，哪怕是干爹，你爸爸好啊，好。或者怎么着，还身体不好，或者睡觉了，都是句话，谁问你了，对不对啊？你来这么一说，哎，我事出无奈，我问你了吗？对不对呀？这叫什么呀？这就说明他人品有问题。你这一下你就彻底把自己交代出来了。那个李素，那叫李素，他不是吃素的呀，那心里边乐的都开了花了都啊。哦，这得顺着杆爬呀，给节骨眼了。贤弟，以你现在的能力，你这身能为，确实是屈尊人下。我顺着你说，你不是说你事出无奈吗？你这没办法，有苦衷，
是啊，你确实你能力太大，你比你爸爸能力还大，你这么大能力，你干嘛跟他呢？这不顺着你说吗？哎，吕布啊，越听着这话越顺。对，我确实能力很大啊，我怎么能让他当我爸爸呢？那你问谁呀？那不是你的事儿吗？对吗？这就看出这个人的品性来了。哎，天下大乱，我也是万般无奈呀，还得说我无奈。奉先，你看看小兄我，区区不才，我尚且是虎贲中郎将。我跟您比，我比不了。现在我还是虎贲中郎将，超过你多少倍？这话说的都往心腹里边捅刀啊！我这么大的能耐，我没这，哎呀，哎，啊，罢了，哈哈哈哈！兄台啊，说不出什么来了。李肃挺高兴。贤弟，此处也没有外人。小兄认为天下英雄此时为董公儿，就是现如今就是董卓最厉害的。哎，奈何我无有捐爱之功？这是吕布的原话啊！我无有捐爱之功，涓涓流水的涓，哀尘埃的哀。我没有一滴的水，一点土的功劳，这叫捐爱之功。我无有捐爱之功啊，我投报无门呢。啊，这话说到这份上，李肃乐了，随身带着一包袱，把它打开往桌上一摊，黄金千两，这是一堆啊珍珠，旁边还有这个董卓特意让他带来的礼物啊，都摆好了，往这儿一放。奉先，你看看这个，啊，兄台，这算何意？奉先，董公爱才爱贤，倘若你有意投奔的话，我愿做你引荐之人。哎呀，兄台，这使得吗？使得使不得都在你，奈何你还有义父丁原呢？哥哥等着，我杀了他。